那今天我們就要去韓國著名的景點景福宮。可以看到我身後這座雕像是韓國的著名英雄，他曾經是成功的抵抗了日本的倭寇，所以說在這邊給他立了這個雕像。那這個雕像就是世宗大王，可以說是韓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啊。这雕像後面還立了6個柱子，6個柱子上面都雕出了一些戰爭的細節，刻畫的都非常精妙。那旁邊就是美國領事館，門頭那麼多警察。那前面我們就可以看到了光化門。我身後就是光化門，它同時也是景福宮的正門。這座正門經歷了朝鮮王朝的整個變遷的歷史，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吧。這3個字的意思其實是取自於傳統的儒家思想，以光明之德教化天下。那我們現在就正式走進這個景福宮裡面吧。城門，這城門不就是中國的城門嗎？哇！進去之後，這整個廣場真的是比較大的，而且後面可以看到就是另外一個門。而這個光化門不僅是一個宮門，它正是整個國家一個正門，所以說對韓國的整個形象起着至高重大的一個作用。可以去旁邊買一張票，如果你是穿韓國的傳統服飾的話，就是免費門票。門票已經買好了，很便宜，只要3000韓幣。這個新里門不同於前面的光化門，光化門如果它是正門的話，那這新里門可以說是內門。如果穿過這門，我們就已經進入到了當時朝鮮王權的中心了。那我們就進去吧。穿過新里門之後，我們就可以看到前面是一個勤政門。說到勤政，讓我想到了清朝的康熙、雍正和乾隆。整個廣場啊不是很大，而通往勤政門中間的話有一座橋，可以看到橋下面有的水渠，但現在已經沒有水了。可以看到當時是怎樣的景象，而且兩邊還趴着2個石像。那前面就是勤政門了，只要通過這勤政門，我們就可以到達朝鮮王朝的真正的中心了。那通過勤政門之後，可以看到前面就是勤政殿了，而勤政殿的前面都有一些不大不小的廣場。為什麼叫勤政殿呢？因為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勤政治政，以民為本，所以說才取了一個勤政殿這個名字。這些門廊還是沿用了古代最古早的一些工藝。放幾個石塊，然後上面墊了一個橫梁，就造就了如今你現在看到的一些門欄。那現在我们就登於勤政殿吧。哇，登上去感官確實不一樣。雖然這個高度並不是很高啊，但可以感受到一種神清氣爽的感覺。讓我們看看古代的朝鮮王朝的座位是怎樣的。
這就是朝鮮王朝的龍椅，跟中国的龙椅真的是一點特別性都沒有。估計中國那些王爺的龍椅都比這個朝鮮王朝的龍椅好。那勤政殿後面的話，有一個思政門，思政門後面也有的殿，我們也去看一下。思政门後面有的思政殿，然後思政殿的兩邊都有一個小的殿。也沒有什麼東西，我們再去两個偏殿看一下。不敢想象，這竟然是朝鮮王東的地盤，是土路啊！這偏殿的話，相當於居所，可以看到萬春殿。以前的皇宫貴族們就住在這裡吧，像書院之類的。那旁邊的話應該是他們的宿舍，睡覺的地方。啊，這邊就有點像韓國了，不像之前在勤政殿，還是比較有點中國文化的在裡面。康寧殿可以看到有兩個穿着韓國服飾的年輕人在拍照。那後面基本上都有一些小的偏殿以及一些堂之類的，還是那個通往勤政殿的道路是最震撼的。這邊還有個小門哎，這裡就有點大長今的感覺了。後面還有交泰殿。感覺後面的一些建築就没有前面那麼帶着你的震撼感，就是很稀鬆平常的古代的朝鮮農家院子。後面的建築不怎麼大，後面真的是大，或者一直向後，然後一直爬到那個北岳山上面去。後面有各種院子，可以隨便進去。都是很普通的院子，也没有什麼游客这裡。这就曾經的朝鮮王爺們的休息地，也就那樣吧，跟中國王爺還是不能比的。這邊還有個小湖，可以在這邊靜靜的休息一會兒，感受曾經的朝鮮王朝的中南海。不得不說，皇東的後院真的是很大呀！秋水芙蓉樓、長安堂，真的很有中國的韻味。這旁邊有幾個小小的小石像，比較可愛。那我前面就是這個具有韓國風格的一座塔。塔旁邊有一個小木屋，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。這木屋比較破，
太小了，這木屋。那這應該就是韓國普通民眾居住的環境了。可以看到，跟之前的黃東貴族居住環境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。之前看那些黄东贵族居住環境，感觉也就那樣。然後你現在有了对比，就知道韓國的普通民众是过着怎樣的一種生活了吧。